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春节是一年之中最吉祥殊胜的时刻。如果在大年初一上头香的话，佛菩萨和护法神一定会看到你那虔诚的心，会保佑你一整年的。我特别祈请佛菩萨为发心的大众呢加持头香，希望你们都能得到佛菩萨的呵护与保佑。祈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药师佛和诸菩萨天神们加持今天一切善缘大众，加持这一切祝福祈请的头香，为他们消灾灭难，身体健康，事业兴旺，财源滚滚，事事如意吉祥。我将在大年初一凌晨最早的那一刻，亲自为大家呢点上头香。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欢迎大家呢尽早呢到咱菩提学院网站上来报名。欢迎到菩提学院网站报名，在首页点击上头香的链接，选择祈福种类。今年提供3个等级的头香，3等头香每份仅需$8，2等头香每份$280，1等头香每份$888。凡是2025年所有在菩提学院网站报名上头香的朋友，都将获得金菩提宗师亲笔书写的以4年限量款福字电子档。成功下单之后，就会在我的奖励中显示。欢迎下载。此外，所有在菩提学院上头香的网友，如果你到任何菩提禅堂再去点灯的话，只要出示上头香的发票，将会得到点1盏送1盏的特别优惠，有效期到2025年3月31日为止，并且在禅堂参加任何课程和活动，也会为你优先安排。除了以上的福利和礼品，上2等头香的朋友们，在2025年还可以到菩提禅堂免费参加1次菩提禅修课程。具体详情请咨询你就近的禅堂。而上1等头香的朋友们呢，在2025年可以到菩提禅堂免费参加2次的菩提禅修课程。另外，上1等头香的朋友们在网络上报名成功后，将马上获得1次网络幸运抽奖的机会哦。精彩礼品包括增福开运的纯天然绿松石挂坠，还有精美典雅的辟邪蓝玉髓首饰，还有金菩提宗师亲笔签名的法照等等。恭喜获奖的朋友们，记得要分享这份喜悦哦。真是好事连连，福气绵绵。报名截止日期是北美温哥华时间1月28日晚上11点59分。快来菩提学院网报名上头香，开启最吉祥幸福的2025年。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一份功德呀，万份福报。这讲到也是到新的一年来临了，有各种原因冲太岁的、犯太岁的、刑太岁的就是你的属相年景的问题。那么还有的可能是因为什么功德呀等等的综合的问题有些遇到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灾难其实有些人是不容易度过的。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呢，然后我在经常看到他们当地的新闻报道就是有一种这样的事儿。很多人呢在台湾呢喜欢呢放假的时候到山里头去溜达，去闲聊就是弄上几个3-5个好友结成队穿上比较适合于户外的衣服鞋子戴上这个大太阳帽，拿上很多好吃好喝的一群朋友就开车呢，看到山脚下之后就进山了。我说报道的如果是这么顺利的话就正常了，多数人是顺利的。那有极少数人呢就出现一个现象，怎么礼拜天登山，礼拜三还不见人回来呀？这家人都吓坏了，到处找，就报警。结果有的时候找到了之后很恐怖，很可惜，这个悲伤的事情发生了。这几个人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去了5个吧，可能有4个罹难了，就是去世了，有的摔死了，有的在那个水里淹死了还有更奇怪的，在树上上吊死的，当然原因不是他杀。还有一个呢吓昏过去，最后剩下奄奄一息那么剩下这个人呢，最后经过了解回答呢，就是他们回不来了。他们进山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经验的他们不是一个白板呢，都是有经验的。他们会带着一个是叫 GPS 电子的这个叫卫星那个地图吧卫星地图找不出来。还有呢，他一路走因为台湾地方树多嘛，他走进去的这个路呢，他一路就绑那个塑料的，比如说用红色的条剪了一条塑料的，就往他走过的路上一路绑树上做记号。通常来说应该很方便出来的，可是最后幸存者呢就说怎么找那个记号就找不着，说看着说这次可走对了，走走还是原地打转，怎么还会走着走还会溜达的他们路过那个水沟呢？就记得那个水沟的模样，怎么也走不出去，走2-3天走不出去。有的走到水沟旁，啪一下栽到水沟里，当场可能连摔的淹水，一下就呛死了有的就害怕刻意的往前一滑，一下摔到悬崖下摔死的，可惨了所以这个事就让我想起来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我遇到的有一些在青海的时候，有些猎人，他们是职业猎人，祖宗好几代就是做猎人的他们在进山之前那个上供供佛、供菩萨、供山神。那我就问他们那个老人家那个老爷子，他们平安打了猎回来了，我说爷爷你为什么供佛供菩萨我可以理解，你供山神有山神吗？他说有你当然看不见了。那供山神的意义呢，是山神才是，就好比是这个山就是人家的，人家就是地主，这个主人欢迎你呢，你就可以顺顺利利的还得回来，甚至是还允许你打猎回来有收获。你从人家家取东西走了，还这个说法。就当时我觉得又相信他的话，又觉得有点迷信。当时我就这个感觉。他说你慢慢就懂得了，反正你们不懂，说老辈子人都是这么教我们的，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的话就麻烦了。这那种脏话我们也不敢说了反正不可以乱说必须这么做。如果你跟我们去，你也得这么做，还要虔诚，如果不虔诚的话就麻烦了
啊，所以这个，我说很多事情哈，很多事情我就是人，通常很多我不知道名人呢还是来自于书籍中哈，人家说人是万物之灵，我觉得这个谁说的？是怎么评的这个级别呀？觉得你说哪来的谁评的级别？你说？就是说，反正人总比猴啊，总比那些动物要聪明，又会讲话，又会识字儿，会看书，会学知识，有逻辑思维，对，所以就说人是最聪明的，但是我觉得哈，先有一个现象，人不如动物那个直觉好，对呀，我现在想想哈。其实很多人都在观察着人类为了预防灾难嘛，是吧？预防灾难的话，比如说有一个现象，某个地区要发生大地震，那这个自然界的动物，记得是有些反应的呀，是吧？说两样。像那个鸡都飞上树啊。对，平时鸡是不上树的。对，他们很多动物集体搬家。对，蚂蚁搬家，青蛙搬家，是，我听说就还有叫冬天的话，不是有一些动物冬眠嘛，像蛇呀什么的，就冬眠的动物都醒过来了，都集体搬家。对，还有一群一群的蛇搬家，就是跑，它也不急着咬人哈，它只往一个方向逃窜。对，对。还有些鸟类搬家，是还会开始吼叫啊，对之类的，就很害怕的这样子。对，有的动物呢腿长得长、长得快的，还知道往山上跑，往高处去跑。还有那个鱼，湖里的、河里的鱼。然后就往上涌，都浮到水面上来，哇，在那挣扎，对，恨不得飞出水去，那飞不出去呀。对，这感觉就是灾难来了，对，快跑啊，快跑，提前都知道这样子，对，好多这种，反正就是动物知道大的灾难来了，甚至于他们都知道是地震但是人不知道，还在那呼呼大睡呢。是，所以这个人哈。这个我觉得人也不是不聪明，人的有聪明，他的聪明主要是有几个点呢？第一个有记性，对，记忆力。第二个的话呢，他发明了工具，会使用工具。第三个呢，尤其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发明哈，发明了文字。对，文字可以把长辈前辈记录下来的东西，他通过短期的学习之后，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懂得了，是吧？是。他是叫记忆加读书累积来的这些知识，就觉得好像人变聪明了哈。其实是个知识给填的。这种是靠的什么？记性加逻辑思维判断。是的。但是，越是逻辑思维判断和加记忆力，那么它会少了什么东西呢？灵感、灵性，那个直觉。所以呢，反而是不会开口说话的动物。就咱们身边的这些动物，猫、狗、鸡、鸭、鱼、青蛙、蛇、鸟之类的哈，它们的灵性、灵感都比人类要强很多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记得我那个小时候，很小的时候，觉得我父亲他养了一个小黄狗，就有点像日本那个小黄狗那种感觉哈，也半大不大的样子，挺可爱的啊。我父亲就赶集出门哈。他这个东西，那狗也不会看表啊。我们正在院子里做事呢，那狗嗖嗖就跑出去了。我妈就会说：“嗨，你爸要回来了。”那狗去接去了，狗就到村口去接，果然10多分钟就回来，这狗就知道了。所以后来我就问我妈：“你说这狗是怎么知道呢？”它是不是闻到的味道啊？他说：“也许他听到了，就是猜呗。也许他听到了，也许他闻到了。”但是说，这是我们已知的叫人或者狗感知的这个器官，对不对？对。它有没有用的直觉器官呢？有。就是灵感的，对不对？我们像人类还经常说曹操，曹操到。对。你说你一个小王同学说的时候他来了，那为什么你这时候说他呢？因为他要来了。其实你有个接收器接收到了。对。还有一句话叫怕啥来啥。
啊，也有这个，对，也是这样，就来了，对对，所以人也是有灵感，但是灵感呢，就是我们当代人不如原始人灵感，是吧？而当代人或者是原始人不如其他的，就是不能做细节交流的动物，那个直觉灵感好。你记得你看哈，咱们在加拿大经常海边哈，就成群结队上万只大雁在草地上，它要起飞的时候就瞬间，你想全部起来，要赛跑的话还听口令，咣一枪，是才一块跑，对不对？还有的人先跑出去，有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对不对？是。但是呢，大雁呢，就唰一下一起飞，而且是往同一个方向飞。对，它是怎么约定的？我觉得就是感知。所以领头雁就发命令说立刻飞，就一下就飞了。就是这样。它不像人类可以有口令，有说句话，是吧？是。没有，就是靠这个。现在按照人类理解的哈，就是心灵感应传达的讯息。对。哎，也有人说，马斯克他们可能在做出来新的电脑哈。是。用什么做呢？用感应的。就是我想今天我搜索天气，我这么一想，电脑呢啪就出来了。是。或者我手机上就想出来了。是吧？当我们把这个手表绑在手腕上，对吧？它能侦测你的意识。而现在可能我们这么说，大家觉得受不了，对不对？那你想，30年前的医生无法想象说有一天戴上表，我能测出我的血压呀、心跳、对血氧什么，对血氧啊，或者糖尿病之类这些东西，是无法想象。说那不是把那个血液给测出来化验的话，你怎么知道呢？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对人体本身的了解之后呢，可能有很多东西都远远的超越我们之前想象的。是的。所以我说在叫做不同层级的生命体它的这种感应、感知，甚至是避祸或者是能力，远远超过人类能力的。像神一样的能力，我们也称为法力或神力，对不对？这个是有的。这个它就分，在这个宇宙世界里头，你这个生命的层级。对。也有人把咱们人类这个世界叫三维世界。对。那如果用3维世界说，有没有7维世界？有。有没有11维世界？是，应该也有。如果说6、7维世界会不会远远大于人类的能力？应该是。会不会说他来到一看你，比如说你怀孕了或者你还没怀孕，甚至都没有对象，一看，比如说相可吧，你未来有3个宝宝，说一男2女，相可，先生男的，后生女儿人家已经看到了未来。还说你88岁退休，你看。他已经看到了你的大的事件的这些事情。为啥呢？因为他的级别看得比较高，他是高级别的所以看你就是一出电影，大不了在哪几个节点上停下来看一下你在干啥，就是这样就把你人生看透了。那有没有呢？有可能有。还有人说天机不可泄露那为什么有些人专门能看透天机呢？对不对？这个是少数人能看到，因为各类人类、各类英雄都有有极少数的人，他是获得了某种神灵赐予的一些能力，他是有一些使命的。对呀，你看在台湾有位老先生对，他是一个盲人，那据说他10几岁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农地的时候呢，看有一个女的就死在路边。没人买，这尸体都快变臭了。他呢回家拿着铁锹叫上朋友，好心就把这样一个女尸给埋了，入葬埋了。对，这是一份大功德呀。否则就是暴尸于荒郊野外是的。狼虫虎豹都来啃了这是一个很不吉祥的事儿。他就帮着给安葬了呀。安葬了之后，后来这位女尸的灵魂就给他托梦。对。那个你还记得问他是说，就是说你是想要钱要富贵呢，还是说你可以有去帮人算命的这样的一种本事呢？然后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本事的话，
他可能要失去自己的双眼，要失去视力。对，也有所得也有所失。对，但是也难得有这个机会去帮人，对吧？他不是帮这位女死者的话，女死者也不会，也就是上天也不会给他能算命或者发财的机会。他选择了算命，对不对？他选择了算命。奇准呢。后来对特别准。对，听说蒋经国走一进他的屋就知道，那都是元首级的人物来。你看他眼睛看不见，他就知道。他根本就没眼球，他不可能知道，也没人通知他。对，是蒋经国路过他那个村庄的时候，临时说停车，听说有个盲人会算命，我要去再拜访一下他。所以不可能有人通知他，根本没这计划，把蒋经国吓一跳。对，立刻说把他那个警卫秘书说你们到院子里等一会儿去我得私自拜访一下老先生，给他聊了一些天机，就是天机，对，所以怎么选接班人等等的，说了一大堆这种事情，真厉害哈。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件事儿吧所以很多这种神秘的事情，对。那这位老先生他就是因为做了一个好事，才有这样的。就是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神秘的能力，对吧？当然，他的这叫契机他这个契机，这份缘分就来自于将这个暴露的女尸给埋葬安葬了，就是这样。我记得以前师父还讲过一个内蒙古的一个神医，他是救了蛇。对了，对吧？他是个蒙古族，他呢，蒙古族呢，从蒙古去山东省。到山东省去经商，这过去很多年前了可能是70、80年前吧，他的上辈人到山东经商的时候，他救了个啥来着？还记得吗？好像我记得就是救了蛇。冬天，有条蛇也是冻僵了，还叫人给打伤了。对，是打伤的。对，他呢把这个蛇给救了。对，也很好心咱一说这个，有人说那个把它养活之后，蛇是冷血动物，会不会咬你呢？没，就蛇没咬它，并且隔2天之后晚上给他托梦传法。对，教给他一门做神医。对，就是神医，就是这样子，专治那个骨折的，就是骨头的给他托梦给他一到晚上给他做梦，传了很多方法，他几乎全忘了。就记住一个梦中的事儿对，他说又没文化又不识字，很多事儿吧，说是当时听明白了，他过后一醒来，人家一问瞬间就忘了，想不起了。哎呀，就像烧冥币一样，看着那么多纸钱来了一接全是灰所以这个时候一想忘了，但是只记住了3招，就是接骨大法。对，这个人他的后代现在在内蒙古都是给人接骨。他家那个医院的故事就写着这样的一个起源的故事。对，他的祖上积德是救了蛇，然后得到这个独门绝技。对，所以说不同层级的这个生命就有不同的超能力。咱们认为是超能力，但是对人家来说就是基本能力。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种级别的神，如果给我们什么好处发个财那好容易，找个好对象生个好儿子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这是小事。但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样的机缘呢？这个就是这个最关键的。所以今天我也想给大家讨论这个事儿你看还有一件事情就有一部电影值得给大家推荐那是一个好像是铁人3项赛之类的国际级的这样一个比赛。你看他又爬山还游泳要划船，反正是特别特别累的是所有体育比赛项目之中最最艰苦的。那这个故事人家还拍成了电影，真是这个故事原型，就还拍成电影了。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冠军亚瑟，也给大家推荐大家抽空去看一看。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其中一个比赛的做铁人比赛的这个人这个应该叫大男人，几乎30来岁了，他前头和人比赛跟哪个队倒霉。他就是那个著名的猪队友。好玩吧人家都是优秀队友，他不是猪队友。每一次因为他都需要几个人搭伴嘛，
每一次只要队里有他，这一队准输，就是这样子。获得不了奖金，但是他每几年比赛一次啊，每一次比赛都不行，最后没人请他搭伴。可是麻烦就来了，他太太哈，这时候怀孕了，很快生宝宝了，他从一个单身汉变成了一个爸爸。这个男人哈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就是小男孩，但只有生了孩子之后，才激起了这个做父亲养孩子的这么一种责任感啊。所以也有很多孩子说父爱如山哈，确实是这样。一旦成为了爸爸，他就会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这样一种责任感。所以咱们这位先生也是一样，哎呀，前头比赛总是倒霉啊，这个太太生了孩子养孩子也没法弄了，他就暗暗的立志愿，说我的要获得冠军。他不会做别的，他一直做这个运动，但倒霉的是没获过奖，所以一直是赔钱。如果他那个弄得好，要能得奖的话哈，很多大的那个企业哈会给他弄赞助广告，比如在衣服身上贴上什么牌儿，什么电器，什么运动装之类的嘛哈，什么牌手表之类的，他就那个倒霉蛋，哎呀，所以但是最后让他成为了世界冠军，是他在临出发前训练的时候哈，在一个小镇上，他吃饭的时候呢，那天吃的是排骨，他呢拿一块排骨肉，一看一个狗哈，饿的那个瘦的样子，身上还长着疮之类的，他这个人挺善良的，虽然有点蠢，但是很善良。他也拿了一块排骨喂了这个狗，就这么一个情缘。后来这个狗啊，救了他们这一团队人的命，并且救了4回，并且还带他们成为了世界冠军。就这个狗，这是个真事儿哈，所以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好精彩哦。那你说有问题吗？没有吧？那你说狗怎么能让他成为冠军，还救他？对呀。对，我说直觉哈，动物的不会说话的动物的直觉哈，比会说话的人类那厉害多了，就已经知道前面哪里有危险，哪条路是近路，怎么走才能赢过别人，这狗都知道。他就跟着这个狗哈，就救他们的命，带着他走，就成为了世界冠军。等他冠军比赛完了之后，这个狗就趴着动不了了，累的呀。因为在流浪，一个是流浪的时候被打，被别的狗咬，被其他人打坏受的伤，还有在跟着他们要获得世界冠军哈，整个这个奔跑哈，说这个狗所有的能量全部耗光了，并且原来受的伤哈，里头那个细菌哈感染到大脑。哎呦！当时我记得在巴西还是乌拉圭比赛，就南美洲，到当地兽医哈来看说不要救了，这狗确实已经没有命了，剩下最后那一点呼吸而已。这个主人说我不行啊，我放不下他救了我的命，改变了我的人生，成为世界冠军，他就要争取。但是这个冠军呢是个美国人，最后他就闹啊，说你这个不让你上机场的呀，说我不管。他们找人约各个报社记者到了机场，就是我是世界冠军，我是美国人，你得让我走，这个狗救了我，如果没有这个狗的话，我都不能获得冠军。最后都感动了人，最后记者们这个压力一下之后，没办法，总统才签了个令说让他上飞机。到了美国之后，花了很大的钱哈，把这个狗就救活了。哇，太好了，相互救命成就哇，好感动的哈。哎呀，真是。所以说，在这个不同层级的这个生命哈，它有不同的能力。不同的能力。从佛法来说，就是叫法力哈，不同能力的这种表现哈。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这个人生各种的经历之中哈，说如果当遇到危难的时候，比如说本命年遇到打官司，对，遇到出差，就有那点事儿哈，有很多时候人们是留下的是遗憾呐。
所以在遗憾之中会说什么呢？如果那天我怎样怎样，如果那一天我没上那个车，我就不会出这个事儿。对，我就腿不会受伤。如果那一次我不出去上那个舞厅，对吧？我不会给子女留下遗憾哈。是。对，如果那天我不骑自行车，不会摔倒。对，行驶在纽约的冰天雪地里，我不至于摔倒。都是遗憾的这种思维。那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对。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一些幸运的朋友哈，对他呢和他的家人做了什么，让他们遇难成祥的。好的，那师傅我来先分享第一个故事，是来自于我们美国加州硅谷的哈，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真诚上头香，健康又吉祥》。师傅好，我是 Lisa， 今年44岁，来自美国加州硅谷。我非常的幸运，在困境中有缘认识菩提禅修，跟师父学习佛法，让我们在美国硅谷的小家，在关键的时刻得到佛菩萨的护佑，一切吉祥。我的先生是 IT 工程师，2019年初他刚刚38岁，但是他的专业技术已经处在被淘汰的边缘。他很想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而这个年纪找 IT 工作很不容易，这让我的先生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2019年的农历春节，我的先生为了换工作的事情，特意来到硅谷禅堂上头香。他虔诚地向佛菩萨祈请，希望新的一年里能找到一份满意的新工作。上过头香之后，我的先生每天继续努力地寻找工作，简历投出了上百份，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让他的悲观情绪愈发加重。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我也只能安慰他，别急，继续努力吧，佛菩萨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的。虽然我嘴上安慰，但内心的焦虑却一点儿都不比他少。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眨眼就到了11月的感恩节。假期本应该是轻松快乐的，但是因为先生的工作悬而未决，我们家的气氛却弥漫着紧张与焦虑。意想不到的是，感恩节刚过，转机就出现了。11月底的一天，我的先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他以前的同事。这个同事的公司呢，正在招聘，问我先生是否有兴趣去试一试。我当然要去试一试了，我的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的内心仍然忐忑不安，但这次机会无疑点燃了他的希望。接下来的几周里，他认认真真地准备了好几轮的面试，尽管过程充满挑战，但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努力克服。终于在2020年的2月，也就是2019年农历年的年底，他成功地拿到了这个得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当他拿到工作的那一刻，我们全家都感慨万分。2019年初，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佛前虔诚上香祈愿，祈求佛菩萨的帮助。到了年末，他真的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新工作。这一切不仅是他努力的结果，更是佛菩萨的护佑啊！现在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我的先生事业稳步发展，不仅专业技术赶上了当今的潮流，而且年薪也不断的增长。他变成了一个事业成功、自信满满的 IT 男。先生找工作这么大的难题都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护佑，让我更加知道了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要祈请佛菩萨。2020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响，我满怀真诚地再次在佛前上头香。这次的祈请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愿望，希望我的儿子能摆脱多年的湿疹折磨。当时我的儿子9岁，从他4个月大的时候，全身开始出现湿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尝试了无数种方法，他身上的湿疹逐渐减少，但是双手的湿疹却始终如影随形，经常反复发作。
每天清晨看着他的小手血淋淋地从被子里伸出来，我的心仿佛被割刀一般。他实在太痒了，晚上睡觉也不停地抓，直到抓破皮渗出血来。他常常因为痒得受不了而痛哭，甚至直跺脚。作为母亲，我恨不得把这些痛苦全部替他承担，好让他能摆脱这份折磨。所以在2020年上头香时，我带着无比的虔诚向佛菩萨祈请，湿疹的折磨也许是儿子必须经历的苦难，但是如果机缘到了，请让我儿子的湿疹在这一年彻底痊愈吧。那一年，我观察到儿子手上的湿疹不再那么频繁发作了，症状也在慢慢的减轻中。2020年12月的中旬，一个奇迹发生了，我发现儿子的湿疹竟然神奇的全部消失了，顽固的湿疹不再反复，儿子的皮肤终于变得白净光滑了。佛菩萨听到了我上头香的虔诚心愿，儿子9年的湿疹折磨就这样彻底结束了。这一切让我深感佛菩萨的力量是如此神奇，我的内心充满感恩，跪拜在佛前，感谢佛菩萨的护佑与加持。这几年，我们每年都去禅堂上头香，一家人也越来越吉祥。如今，我的儿子已经14岁，成长为一个健康、快乐、上进的小伙子。他和我一起参加禅堂的法会，主动承担义工的任务。他还在自己的床头贴满了佛菩萨的吉祥卡，佩戴着师父加持的手串和项链。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祈请佛菩萨帮忙，甚至每天睡觉还播放师父诵唱的佛号。他说，这样入睡让他感觉到踏实而安宁。他还兴奋地期待着，再过1年，到了15岁，他就能参加师父的菩提禅修青年营啦。真诚感恩佛菩萨和师父的加持护佑，为我们全家带来了希望、健康和幸福。哎呀，真好的一个见证啊！这个师姐就上头香2大愿望都实现了，太神奇了。对。这个 IT 工作哈，到30几岁哈，就算是有点年龄大了。对，主要是他一直要是在那个技术的前沿还好哈。对。他自己的专业技术还落后了。对这个 IT 的这个技术日新月异呀。因为他那个更新的特别快。对，你所以36岁以后的就算是年龄大，一步跟不上，步步赶不上。他和做木匠不一样啊，木匠你说70岁才受欢迎，对不对？IT 不行，对 ，IT 就是5年8年就更新了，太快了。对，所以很容易，一旦失了业不容易找。对，哎，所以可是他的逆水行舟还挺厉害的了。对，他真不容易，所以他非常非常虔诚的去祈请佛菩萨帮忙。对，然后很神奇，真是用了1年的时间呢。哎呀，在这1年可能就差几天就过去了，终于得到了一个好工作，真是不容易啊。所以我倒觉得还真可能是得到护佑了。对，我觉得不然靠他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了。对，并且现在做的还挺好哈。是。对。然后现在就很好了。后来他儿子还受益。儿子9年的湿疹反复发作，皮肤类疾病不容易治啊。对，很多医生都没有很多起色。对，是。这回是这个妈妈也真是哈，非常虔诚的也祈请佛菩萨啊。也是几乎是用了1整年的时间啊，但是见效了呀，好了呀啊！我是发现哈，很多就是婴幼儿，就那种小 baby 哈，还挺容易得这个湿疹类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比率越来越高。这个可能是与这个新型的生活方式哈，还有什么农药啊什么，可能都有关系。可能。所以过敏症啊，皮肤病越来越多。是。还有精神科越来越多也是。对。
对，所以师姐也着急啊，就是看了那么多医生都还没好，然后9年的这个病，所以她当时候就是说这是她的最大的心愿了，是，所以去上头香，真的就是祈请佛菩萨能加持她的这个孩子，结果也很见效哦，是，对，当年她的那个孩子就是那个湿疹就痊愈了。哎呀，对，现在都皮肤都非常的好，也是过来5年的时间了嘛，现在孩子都可健康可好了，这开心了，对，我们听到开心了，替他开心，真的，对，真好。所以这个上头香啊，我们今年呢，就是非常感恩师父也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凡是就是今年在菩提学院网上报名上头香的所有的网友们，在大年初1的时候，师父会亲自为您点上了这个头香。那相信有这个大能量的护持呢，我们2025年也会过得更吉祥、更顺利。那我也就是因为现在离报名截止呢还剩大概3天。对，因为我们很快就到大年最后一天，就到初1了嘛。对，初1一早上那个0点一过，师傅就会给大家上头香了。对，所以我就是30晚上多了，30晚上敲过了12点的钟那一刹那，开始上香。是的，对，那今年不光就是师傅在网络开了上头香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然后还有很多大奖呢。是，来给我们网友们介绍一下呗。对，师傅今年给上头香的所有的网友们呢，准备了一些奖品跟福利哈。那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师傅今年亲自书写的乙巳年限量款福字啊，非常的吉祥。对，送福到家。是个电子档，就是所有报名上头香的网友们呢，你们在菩提学院的网站上，我的奖励那边都能够看到那个可以下载的电子档，那就是可以打印，然后就是贴在家里，就是把这份吉祥幸福下载回家。下载、储存、打印啊，很容易的啊，年轻人都会。家里，是。那除此以外呢，所有上头香的网友们，所有在菩提学院上报名上头香的网友们，只要你把就是你这个菩提学院上的上头香收据带到任何一个菩提禅堂，那禅堂都会给你点1盏灯送1盏灯的优惠，那就是这个优惠呢，截止日期是2025年3月31日。那除此以外，这些上头香所有网友们呢，只要你到任何菩提禅堂，也会给你提供优先安排课程和活动的一些服务。对，这么好。是，然后呢，我们今年有3等头香嘛，我们再回到那个 PPT 上，就是介绍3等的头香啊，就是有3个级别的头香，就其中3等头香才每斤8块钱哦。8块钱哦。对，然后还有就是2等头香呢，就是每斤280，那1等头香是每斤888。那我刚刚讲的这一些福利啊，就是如果是报名2等头香的，就是这些网友们呢，除了有福字，然后有点1盏送1盏的那个优惠，还有到禅堂可以优先安排活动以外呢，你到我们任何菩提禅堂还能免费参加1次的菩提禅修课程。那就是报名1等头香的网友们呢，就是能够到禅堂参加2次免费的菩提禅修课程。除此以外，当你报名成功以后呢，你马上就是在那个网页上就会给你跳出一个礼品的一个小动画，那你这个就是一个幸运的抽奖的一个礼物机会了。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多网友们其实在 FB 上有分享他们在幸运抽奖这边就是得到的礼物哦。对，我也得到了。是，我也得到了。就是那个有绿松石，有蓝玉髓首饰，还有就是师父亲笔签名的法照，都是限量版未发行过的。所以就是这个机会难得，也非常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份大加持，还有给网友们那么多的奖品和福利。感恩师父。是，感恩师父。所以大家要尽早去报名哦。现在就是报名截止日期是温哥华时间1月28日。
晚上23:59，就是23:59。对对对，太好了。好，那还有我们如果当地啊，就住家的当地有我们菩提禅堂的这个网友呢，哈，欢迎大家还是到禅堂，除了到禅堂去上头香啊，因为我们禅堂在大年期间都有各种的咨询服务的活动啊，会给你带来全方位的服务的，也是很好，很值得。好的，那是点头香的朋友呢，就尽快哈，时间就到了，很快到了大年30了哈，只有2天时间，好的，就是点不上的也别太着急哈，这个，如果你真的点不上的话，你就给我发个信息，我个人替你免费点，好吧？但是希望这份功德护佑都会送给你，好吧？师父，刚刚我们网友有一个留言呢，挺好的，也给师父跟网友们分享一下哈。我们有这个金清净的一个网友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师父好，师姐今年38岁了，结婚好几年怀孕不了，看医生，对，吃药都怀不上孩子。23年的时候呢，真诚的在菩提学院网站上上头香，加上精进修行，然后24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塑黄财神金身，还跟着师父的直播念佛，然后去年呢就怀上了宝宝了，然后10月初5还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孩，太好了，太好了，这真的是上头香，哎呀，又一个愿望成真的，真棒哈！是佛菩萨神灵护佑哈，对于人很为难的事情哈，但对于神来说特别简单，对，是，真好啊！感恩师父。对，像这位。像这个金清净这个留的这个言呢，我们一会儿送礼给他哈。好，这里先不展示礼物哈，礼物是神秘的，神秘礼物送给您哦。对对对。那是我们给这个美国硅谷的这个 Lisa 跟她的全家送一份吉祥的礼物吧。好，哎呀，全家3口哈，好，先给说这个 Lisa 的儿子呢，哎，你看看。金丝玉的平安扣哈，好美哦，但是吉祥平安3、4年哈，很漂亮，很漂亮。好，给 Lisa 的先生呢，送一个这个嵌银丝的天珠哈，这个9眼天珠哈，很吉祥，能护佑的哈，对，护身辟邪的天珠。这个蛇年如意吉祥哈，送给这个 Lisa 的，你看。这个是和田碧玉的项链哈，好高贵的，对，很漂亮哈，对，非常的大方，哎呦，保你全家呢好几年哈，平安吉祥哈，恭喜恭喜，感恩师父，也谢谢你分享你的非常精彩的故事哈，谢谢，带给我们网友很多的启发，真是，好。那师父，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很开心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啊。好，这是来自温哥华的伟杰师兄。他说：“师父，我是伟杰，来自温哥华。2023年，我太太怀孕了，是我们家里的大喜事。从她怀孕开始，每次产检结果都非常的顺利，医生也总是说一切正常，让我们满怀期待地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可是啊。2024年初，当太太怀孕8个多月的时候，生活突然给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去做产检，却接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消息。医生说，她的身体多项指标异常，还怀疑她可能患上了癌症，建议我们尽快要去专科医院进一步的做检查。到了医院，专科医生却说，因为当时已经临近生产了，最好要等生完孩子再做检查，以免伤到胎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整个人如遭五雷轰顶，仿佛一瞬间从天堂掉入地狱。我太太才30岁，如果真的是恶性疾病，那我可怜的孩子不就刚出生就要失去妈妈了吗？我可怎么办呢？我百感交集，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那几天，我几乎都睡不着觉，每天晚上啊都默默地祈祷，希望我的太太和孩子都能平安无事。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母亲，听完了我的描述，母亲一眼凝重，叹了一口气说：“哎呀，他是属狗的。师父其实早就提醒过，2024年属狗的是犯太岁的。”然后母亲呢就马上的去找出师父关于2024龙年运势的直播视频，认真的重听了一遍。师父特别的提醒，犯太岁的人啊，尤其是属狗的，今年必须格外注意健康。师父还教授了化解的方式，其中一个就是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请佛菩萨护佑平安，而最好是要在家中靠东北方的位置供奉这个佛菩萨像，佛菩萨像是坐北朝南的。然后母亲就听了这个呢，马上打电话到禅堂，想迎请一尊千手观音菩萨像回家供奉。但是呢，禅堂师姐却说，千手观音像只有几尊，前几天一拿出来就都被人预定走了。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声音都在发抖，说：“师姐啊，我真的太需要这一尊了，这是为了救命啊！我儿媳妇怀着孩子，健康出了大问题，请您一定想办法，让我迎请一尊。”师姐听了之后，马上答应帮我们再去找找。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啊，母亲就坐立难安，直到傍晚时分呢，终于接到了禅堂打来的电话。师姐说道：“好消息，我们找到了最后一尊千手观音菩萨像，可以给您迎请。”母亲听了，激动得一直掉眼泪，连连道谢说：“太好了，太好了，真是感恩佛菩萨慈悲护佑，救了我们一家啊！”母亲马上赶去禅堂，恭恭敬敬地捧着佛菩萨像，靠着自己的额头，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嘴里不停地念叨：“这下媳妇儿有救了，这下媳妇儿有救了。”母亲仔细地按照师父的指点，将菩萨像安置在家中靠东北的位置，并坐北朝南的供奉，同时准备了贡品，每天早晚点灯念佛祈福，为我太太和即将出生的孩子祈求平安。我太太也学着母亲，恭敬地给菩萨鞠躬礼拜。1个月以后，太太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宝宝。坐完月子，太太去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微笑着对我们说，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她的身体非常的健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连连向医生确认说，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吗？医生点了点头说，完全没有问题了，你可以放心了。之后又去做了2次的妇科检查，所有指标也都是正常的。我们一家真是喜出望外。现在我的孩子快1岁了，母子都非常的健康。为了感谢师父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护佑，我们回禅堂恭敬的供灯还愿，感恩师父和观音菩萨帮助我的太太化解了这么大的危难，还保住了我们幸福的家庭。这个真是太吓人了，师父。是怀孕8个月的时候被医生说你有可能是癌症，哎呦，这太吓人了！你说保孩子还是保大人，对不对？这个真的是真的叫如五雷轰顶的灾难，对，这个太恐怖了。对，好在这家里的这个婆婆呀，就是懂得是学了师父讲的这一些对，赶紧来要供奉来迎请这个千手观音菩萨像。对，这个面对医学医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医生没办法了。对呀，你说你这个检查这么严重的问题，谁能救得了呀？对呀，哎呀，而且医生当时也说不能检查了，你快生了，就是这样会影响孩子。对，这个结果弄不好是2个人都没命了。是，这太吓人了，这个恐怖。对，结果你说这后面也真是就。确实他们是非常虔诚供奉了对，非常的那个尽心呐。结果最后母子平安，然后等再去检查，啥事儿没有。这太神奇了，师父这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你说？所以我们过去也曾经有不少次数帮过的人最后医院怎么说？误诊，我们查错了，医院还只能说这一句，这真是没办法是吓死人。但是无论如何，他
还是化险为夷了。对对对，真是把这个灾难变成吉祥，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太好了哈！感恩佛菩萨，真是感恩佛菩萨，感恩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对，救苦救难是然后去年呢，师父就这样指导，就所有犯太岁呀，或者需要避这些灾难的人，要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2025年还是这一尊菩萨，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大的护法的菩萨哈。对，所以我们今年不管是这个冲太岁、犯太岁的哈，这些的属相，还是只要我们要祈求今年要平安的，还是要真诚的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对，是。对，然后还有啊，就是如果是有相冲相犯的一些属相，像今年那个2025蛇年，像有属蛇的、属虎的、属猴的，还有属猪的，对，都是犯太岁。那有可能呢，就是那个运势不是最旺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多做功德，去点安太岁灯，那祈请佛菩萨护佑我们，就是一年能够更加顺利吉祥，然后化险为夷。对，像我现在看到网友们有一个留言啊，叫金泰，他说：“师父好，我姐姐是龙年冲太岁，然后她在学院网上呢点了九盏灯，对，成功避过了车祸，并且挣钱还比以往的多呢。”是。所以就是犯太岁的朋友们呢，就是师父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化解的方式。说到挣钱这个也是嘛，丹莲师姐她也是抛出来的帖文，她说感恩师父让我有能力供上了1等头香可能对于她来说这个金额也是对于以前的她是有压力的她是说这3年呢我都一直都祈请师父佛菩萨的加持我也去供养了佛像点灯，为什么呢？是希望我能够转正成为正式员工终于我在今年2025年的1月3号转正成功了，恭喜恭喜！对，就不需要每年都是这样为了续约还是续不上而担心了太好了。对，那现在也可以享受比较较低的这个房屋贷款利率等等，所以他的这个薪酬、工资、福利都好了。今年有能力能够供1等头香了。这个压力一下就轻松了。真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感恩师父。真好，真好。好的，师父，那我们给这个伟杰一家人这个有惊无险，真吓人的，来给他们也来吉祥的礼物。好的，好，给伟杰，你看这个金丝玉一个手串这些都是天然的，可漂亮了，太美了，可漂亮了。其实我拿了一串戴了几天了越戴越油润了真是很美颜色也好漂亮，光这个颜色光这个颜色这个小块如果像台湾人的话，把它稍稍编织一下，拿一串挂在那儿，这一个就好几十块美金这里头10几个呢对，这个漂亮，每一颗都蛮大耶。好，这个给伟杰好，感恩师父，祝你一年的吉祥如意收到。这个给伟杰的太太这个呢做一个项链如意吉祥健康快乐收到，感恩师父。是不是这个也是金丝玉的金丝玉的真美。金丝玉的颜色好几种呢有偏红一些的，有偏黄一些的都很美。来给这个伟杰的女儿小宝宝，这是和田玉籽料的一个平安无事牌可爱哟！我们平安无事才是最如意吉祥对，收到。对，师父，好可爱。这给伟杰的母亲金丝玉的，你看这一个一串念珠对，继续念佛，保一家人的平安。祝愿这个伟杰的母亲呢寿比南山如意吉祥。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金丝玉的这个系列的礼物真的很美是。那网友们还能够除了这个礼品之外，自己能够请到吗？是，现在就是我们在慈悲音网上，还有北美菩提学院那边，对，都有上线了一些非常精美的一些金丝玉首饰，就是有念珠有手串还有平安扣，还有这个金鱼挂坠。都是金鱼也很好，对，年年有余。
鱼，对，都是我们新年给大家特别上架的，然后的一些吉祥的礼物。对，金鱼，这还真是金色的鱼，是太美了。感恩师父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新春佳节的这些礼物。师父，那我接着再介绍一个故事，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丽华，他是佛前供灯，金榜题名。师父好，我叫丽华，来自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我有2个孙子，大孙子属兔，今年14岁，从小聪明伶俐，口齿清晰，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获奖。小孙子呢属龙，今年13岁，也是活泼开朗，但是从小呢说话就不太清楚，去看过专科医生也查不出原因，因此呢小孙子有点自卑，从来不参加学校的比赛。2023年的大年正月刚开始，我带着2个可爱的孙子到菩提禅修甲洞禅堂点灯，孙子们很懂事儿，双手合十，乖乖地跟我一起磕头。看着他们小小的身影，我心里默默祈请佛菩萨加持，希望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平安顺遂，学有所成。尤其加持小孙子建立自信，多多参加学校的活动。那一天，我们还领到了师父加持的开运金币，2个小孙子捧着金灿灿的金币，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左看看右看看，舍不得放下，好像金币真的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气。看到他们满脸的喜悦和期待，我的心中也溢满了欢喜，盼望着新的一年能够好运连连。2月份，学校组织了一场唱歌比赛，大孙子第一时间就报了名，而从来都不参与这些活动的小孙子，这一次突然宣布我也要去报名。我们全家听了既惊喜又激动，赶紧嘱咐他，能不能得奖不重要，你敢上台就是最棒的。比赛那天，整个礼堂热闹非凡，100多人参赛，场面特别壮观。大孙子先上台，他显得很从容，歌声响亮又动听，台下的掌声一阵接一阵。轮到小孙子的时候，他一脸自信地走上台，让我惊讶的是，他的气场完全不输专业歌手，简直有点像周杰伦附体。他发音呢还是有点不太清楚更像周杰伦了，反而更加的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让我没想到的是，小孙子凭借这次精彩的表现，竟然一举拿下第1名。他不仅找到了自信，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真是太感恩佛菩萨，感恩师父了。神奇的是，大孙子也表现出色，拿下了第2名。我们坐在台下，看着2个孙子满面笑容地举起奖牌，真的是无比的欢欣和感恩。感恩师父和菩萨为他们带来了好运气。紧接着好运不断呢。3月份的作文比赛，全校有300多人参加，小孙子居然脱颖而出，荣获全校冠军，这是他从未获得过的殊荣，简直是不可思议。嘿呀，原来小孙子不仅有歌星附体，还是文曲星转世啊！4月份的羽毛球比赛，小孙子又获得了第1名，大孙子也获得了第3名。兄弟俩的比赛让我们都全家倍感骄傲。5月份，小孙子说话变得清楚了，他被全班同学推选当上了班长。看到了2个孙子的进步，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恩金菩提宗师。转眼到了2024年，很不巧，2个孙子的属相都犯太岁。2024年1月，我们又来到了甲洞禅堂，点安太岁灯，还给金菩提宗师也点了灯。我们又幸运地领到了师父加持的龙年开运金币，祈愿龙年平安吉祥。1周以后呢，学校组织国际象棋比赛，哥哥和弟弟都获得了年级的冠军。最后呢，年级冠军进入总决赛，弟弟获得了全校冠军，哥哥获得了亚军。新年开门红啊！看到哥俩双双得奖，我们心里别提多开心了。有点灯，有开运金币，果然能带来吉祥好运。接下来的1年里，哥俩在数学、作文、演讲等各项比赛中都获得了好成绩。特别是到了他们这个10几岁的年纪很多孩子都会叛逆不听话，
但他们俩丝毫不受影响，不仅懂事听话、学习好，还会帮忙做家务呢。每到年终的大考，我都说哪一门功课成绩达到 A， 我就给你们奖励100马币。结果2024年2个孙子每一门的功课都拿到了 A。2024年犯太岁，2个人不仅平安度过，而且奖金都拿到了手软。看到2个孙子闪光的成绩，特别是小孙子在自信和能力上的巨大转变，我们全家都感到无比的开心。佛前供灯太神奇了，不仅开发了孩子们的潜能和智慧，更让我们全家加深了对佛菩萨的恭敬和感恩。现在到了2025年，2个孙子提醒我，奶奶，今年什么时候到禅堂去点灯去领这个开运金币呀？我说就快了，就快了，等你们放假了，我就带你们去禅堂，去给金菩提宗师点灯，再去领金币。你看多开心呢，这一家人哈。尤其是这个小孙子哈，本来就说话不清楚这肯定是小朋友之间就会有人笑话他，那孩子自卑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哈。那怎么这么神哈？通过点灯通过师父加持的这个开运的金币哈，拿到手之后几个月哈，哎呀，就整个转变过来了。然后唱歌呢，还跟周杰伦一样的，还获得冠军呢。哎呀，太厉害了，真好哈！对，我是发现了，就是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哈，就是他会有一个就是开窍这个一个时间点。我觉得这2个孩子哈，都好像提前开窍了。是因为师父的加持嘛？人家是这么小就去奶奶带着供灯啊。佛菩萨加持哈，这个佛菩萨要点化你，让你变成聪明智慧哈。就是笨人也变成科学家，就是这样子哈。对，所以这2个孩子的，我看这个相也很好哈，太好了，将来都是人才呀！哇，太好了！说天机不可泄露太多哈。好这2个孩子很不错就好了。太棒了，所以说话晚的孩子哈，也别不自信哈。是你像咱们最超级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那是几岁才说话呀？3岁多都说不清呢，还对，说不清楚，都5岁还说不清字儿呢，还是对，所以其实将来越智慧的人哈，小时候说话会晚一些，是的，这是很正常的，对，所以也不用担心哈，所以佛菩萨给你加持之后，让这个孩子呢，第一个行正道，对，第2个开智慧，是，第3呢有好人品哈，你看，太棒了。所以这2个孩子一个比一个棒啊，真好恭喜师姐哈！感恩师父啊，恭喜一家人。对，真好。师父，咱们给2个孙子，给奶奶也给一份吉祥礼物，有，再加持一下。好，先给这个孙子吧哈。2个孙子哈。降龙 T 恤，对，就是针对新的这一年哈，降龙 T 恤太美了。香凯记的上面还有啥？6字大明咒。对，6字大明咒，还有龙在背后哈，五爪金龙，又可漂亮了。吉祥的。你就是睡觉、开车、出差坐飞机。这个都是很吉祥护佑哈。是孩子考试一定要穿着这一件，一定要。所以这一个孙子一件哈。好，这2个孙子获得佛菩萨的加持护佑哈，事事如意吉祥。太好了。还奖励给奶奶哈。奖励给阖家吧哈。一柄菩提普洱茶哈。太棒了。健康又长寿。收到，健康还苗条，感恩师父。还有给丽华是奶奶哈，这个一个这个叫啥石？青金石的手串哈，这个成色这么好，挺难得的哈，对，这是珠宝级的哈，让这个丽华这个奶奶呢有健康长寿。智慧无边，收到。
感好恩师父，恭喜恭喜。太好了。所以这个丽华师姐的这个见证啊，也让我们的网友看到哈，想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开智慧，真的是要佛前去供灯，对，哎，祈求师父，祈求祈求佛菩萨的加持，对，太重要了。是啊，感恩感恩。就是网友留言呢，就是有的时候我没法弄，我这个没法付款。没关系哈，你在那儿留言，我们把凡是要想把名字写过来，让我给你点头像的哈，我就给你点免费的哈。对，因为这是对佛的一个发心，就是发心而已，就是发心和这有钱没钱两回事哈。我就把你名字供在佛前，一起上香点灯哈，就是同样得到佛菩萨的护佑加持哈。真是感恩师父，让大家平安度过。2025年一整年哈，对，你就留言，你想留下名字来的，我就把你名字打印下来哈，供在佛前，记住了哈。师父分享一个，这个也是开智慧，这个真好。吴伯庆啊，他说感恩师父加持弟子，我是国2的学生，前几天呢参加全市的这个电脑绘图比赛，我在比赛的前2天到禅堂点了一盏21天的灯，在比赛的前一晚呢，我也在家中念佛。比赛当天呢，在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的状态异常的好，当场修图改图，最后改的作品，我的指导老师都吓一跳，他从来都没想到我会这样改。老师说真的是神来一笔呀，然后呢，就这个想法是我在比赛的过程之中突然灵光一闪而发生的。最后呢，成绩公布的时候，我得了全市第1名，这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感恩师父，这太好了，太为他开心了。哎呦，真好真好，佛菩萨给的灵感，真好，对，太棒了！来，我们继续。好，哇，这好故事是连连的，哎呀！一会儿给你读过的这位朋友哈，也会有个神秘礼物，是太棒了。对，我们今天所有读过的这些网友的见证，我们也会给您送礼物。对，我们的神秘礼物比以往的更贵重，而且更吉祥哈。好的，太棒了。好。香可说，感恩师父。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给大家分享。来自纽约的 Simon，他说今年72岁，属蛇。2025年1月16日的晚上的时候，我从禅堂开车回家，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意外。夜色深沉，四周静谧无声，只有车轮在路面上的轻响伴随着我。当车开到了一个熟悉的转弯处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准备直接撞过去。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意识里出现了一个清晰又坚定的声音：靠边转一点。这声音仿佛从心底深处传来，又像某种神秘的指引。我没有多想，下意识地顺从了它，将方向盘稍微向边上打了一些。就在车头刚刚行驶过转角的瞬间，一道黑影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有一个人竟然站在路中间。刹那间，我全身一震，双手冰凉，心跳加速。如果不是那一声及时的提醒，我的车恐怕已经撞上了这个人，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现在想想，我无比的庆幸自己上个月听了师父的开示，讲2025蛇年运程，得知2025是我的本命年，犯太岁。师父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交通安全，预防血光之灾。感恩师父的慈悲指点，我在去年12月已经给自己虔诚供奉了9盏安太岁灯，还引请了吉祥法物东方蓝宝石手串，祈请佛菩萨和师父护佑平安。回忆起那关键时刻，那一声的提醒，分明就是佛菩萨师父的慈悲加持。那份冥冥中的护佑，不正是佛菩萨师父法力的显示吗？是他们让我们避开了这场灾祸。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佛法的不可思议，以及生命的无常与珍贵。愿佛菩萨的光明护佑更多的人远离灾厄，平安吉祥。这个也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就得到了，就是一个声音，一个灵感，就让他转一边，就躲过了一个灾难。对，
这个他后来他自己也体会到了，他说这个声音，他听到的这个是靠边转一点，哎，这个声音其实就是佛菩萨给他的一个提醒。对哈。这个佛菩萨，我觉得都特别智慧哈，就给这个老先生是用这种声音的提醒。上一期上个礼拜我们在这儿分享了一个见证，那个马来西亚怡保的他那个师兄他们家那个电扇啊，平时都很好，那天正好他又没睡着，然后怎么就肚子不舒服要去厕所，结果去厕所离开卧室的那一瞬间，电扇突然就掉下来了。对，他要是不是想去上厕所的话，可能就身受重伤，甚至于都有性命之忧呢。对啊，这就是有个问题了哈。对，是谁让他去上厕所？佛菩萨。对啊，所以这种神灵安排的事情哈，就是那么精美呀。对，但是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哈。你看，像这个纽约的 Simon， 他是已经给自己点了9盏安太岁灯。而且也迎请了这个吉祥法物戴在手上了。电扇那一家也是爸爸给这个儿子点了灯。Simon 为什么给自己点那么多灯呢？他蛇年要来了，他是本命年，他是听了师傅的直播，是啊，那不傻呀，谁不想自己的本命年很太平呀？有些事儿哈，你看今天我们在温哥华禅堂接触一下来的那些学员朋友哈，大概有3个，就是说本命年，尤其这2年本命年出点事儿的哈。对，有的第一次来的嘛哈，他那个挺不太吉祥，是，我们就给他加持哈。但是得到加持过的本命年哈，有2个是叫有惊无险的哈。是的。对，差一点出问题，但是没事儿哈，就过去了，因为得到了加持嘛。对。所以这个神佛要是护佑你的话哈，还真是。你看你才点了几盏灯。或者上了个头香，就把这个大灾难给化解了。要不然他就撞死个人了。对，他这个那个，我还听到一个故事呢，师傅是我们硅谷的一个师姐说的哈。对，是他姐姐他姐姐呢，就是每年他姐姐住在洛杉矶每年就到那个 Monterey Park 那边有一个叫5星舞蹈社挺有名的，就很多华人越南的华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每年大年除夕都要去那儿跳舞，跟着朋友什么的。就是30晚上。30晚上，对，30晚上，对，每年30晚上都要去那儿跳舞。那个舞厅哈，我过去去洛杉矶的时候我都听说过这个舞厅，是很有名。有名。对，然后2023年的那一年呢，就是这是姐姐嘛，她说妹妹是我们硅谷禅堂的，然后呢，她就是一看家里人谁要犯太岁犯太岁人很多，她就给全家都点灯。就姐姐那一年不犯太岁，她想反正我给家人都点灯了，给我姐也点一盏吧，就也给她姐也点了一盏她姐都不知道就这样哈。姐姐不是每年大年30都要去舞厅跳舞吗？就是这一年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想去了，结果她就没去，就留在家里了。结果第2天就看到那些新闻上都发布了，这个舞厅出大事儿了，就是大年30的晚上有人进来枪击案造成11个人去世。那就是几年前那件事儿就2年前嘛，2年前，11人去世，9个人受伤。那个事儿我听说了。对，而且就这个去世受伤的人中间，就有他姐姐的朋友们。但是他姐姐没去，莫名其妙，不知道为啥不想去。哇，这个太神秘了，太神奇了吧？太神奇了就是也是因为妹妹给他点了一盏灯，悄悄的点了一盏灯。对呀，要不然呢？要不然不点这个灯，说不定他去了。对，说不定受难的是他。就是呀。哎呦，真是佛菩萨显灵保佑对，多神奇！所以我们刚才就说佛菩萨的提醒，有的提醒你上厕所，避开这个灾；有的人给你个声音，说转弯的时候靠边转。对，还有这种也不给你什么这个直接的，反而就让你改变心意他也说不上为啥就没去。哎呀，真感恩佛菩萨师父救命之恩呐！
这太厉害了，太厉害，对。哎，老师，你说到这个故事，我还想到，就是去年有个网友给我们分享，就是也是他女儿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我记得是来自旧金山的。然后他说呢，就是他家里有个女儿，然后每一次家人呢，只要说出远门啊，他都一定会先给他们就是礼佛啊、供灯，就是希望一切平安嘛。对对，刚才师父一开始也有这么提醒。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女儿呢，她就2022年10月的时候，她去了一趟韩国。去跟他朋友去旅游。对，那就是韩国呢，每年就是10月份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万圣节的派对。就我们说鬼节，是在首尔的一个挺著名的观光地区叫梨泰院。对，我们也看梨泰院，对，就是不是有个电影吗？踩踏的那一次，对吗？是那个也是震惊全世界的新闻呢。对，那香可说，你让香可说完了。对，当时他的女儿呢，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派对而去了韩国的。哇然后呢，他当晚呢，女儿就这么跟他描述，他当晚就跟他朋友就走向那个梨泰院嘛，然后就发现越来越就是人潮汹涌，就四面八方都是人。那女儿突然就觉得不舒服了，就他还没有到那个现场，但是他觉得有点不舒服，就也说不上为什么，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他就决定我就不去了，这样子就回心转意回到酒店。他跟他朋友都一起回到酒店。然后第二天呢，才就是新闻都报道，那个真的是那个，因为那一天太多人挤人嘛，当场踩死了159个人，还有196个人受伤，惨剧那个是全世界著名的一个由电影引发到最后人踩人的事件哈。对，师姐特别感恩，说真是佛菩萨救了女儿一命啊！对，师父关键时刻就给他女儿的这个回心转意，回去了就避开了这场灾难。对，你是说那个哈？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同修哈，这个他是妈妈了哈，这个他的儿子，他是在美国当兵嘛哈，去那个中东地区呢。我忘记去哪个国家打仗啊，上去真是打仗哈，不是伊拉克还是哪里。他就是他这个孩子一起认识的战友哈，20多个人，19个都去世了。可是呢，每个人最轻的都是有受伤，他儿子毫发无损，当了5、6年兵就回来了。他妈每年来点灯上香。所以还专门飞到温哥华禅堂来点灯，还这样神佛护佑了孩子，护佑他不放心的，枪林弹雨啊。对呀，那个时候我碰到他妈呢，还给我看那个照片，那个军人照哈，保佑他。我说这个家伙上战场哈，10去9不回啊，真是。对，你看多凶险啊！你光荣退伍现在。这样一个公司经理啊，哇，太好了，太棒了啊！真是感恩佛菩萨。是，这有时候这种神圣的保佑是不可思议的。好了，那我们真是要好好供灯啊哈，好好做功德。对，尤其是要出门呐，有什么事情哈，要重大事情对要发生的时候，还有犯太岁这个年景哈，哇，听了今天讲的这一些真实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菩提禅修里边的故事哈，对，深受启发。好的。哎呀，听着心里就是挺感动啊！我自己都很感动，感慨。确实救命之恩，这些故事全是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救命的恩德。是，给人送个礼物吧。先一个一个来，先给这个纽约的Simon师兄。好，好，给这个Simon师兄哈，这有一件啊。对，降龙 T 恤，降龙 T 恤衫哈，护佑加持6、7大明咒，保佑你如意吉祥、健康长寿、好运连连哈。收到，感恩师父。那还有我们硅谷的这个提供故事的丹耀师姐。对，对，还有她的姐姐一起吧，师父。丹耀丹耀师姐呢，送你一个青金石的手串，保你平安吉祥、顺心顺意哈。还有呢，看黄财神像哈，护佑着你哈，能够发财，好吧？收到。好，
还有他姐姐给他姐姐镇哈，得到了神佛护佑的。好，你看这个石头多漂亮啊！东方蓝宝，东方蓝宝手串，还有呢黄财神保你哈，又如意吉祥，还要多发财哈。收到，还有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谢谢。好。哎呀，说到这个黄财神，那我再给师父带来一个黄财神的故事啊！好，我们台湾嘉义禅堂的淑慧师姐，她的故事是供养黄财神帮我收回了欠款哈。师父好，我是淑慧，来自台湾嘉义禅堂。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去年呢就是2024年的9月底呀，我得知他的公司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笔高达2800万台币的工程款已经被拖欠了整整1年，这个就是折合90多万美金呐，真是一笔大的款项。因为款项迟迟收不回来呢，他不得不向银行借了高额的贷款，勉强维持着运营。作为老同学，我也真心的替他难过，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帮他。时间到了11月，突然有一天我灵光一闪，为什么不为他做这个点灯祈福呢？我来请佛菩萨护佑他，帮他度过这次难关。于是我立刻就在禅堂为他点了灯，心里边也默默的祈求，祈请佛菩萨帮他脱离困境，化解这一笔久拖未决的债务。点完灯啊，我心中就有一种安心了，心里觉得这事儿没什么问题了。于是呢，我就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王先生。他呢是对师父非常信任的，他随身都是带着师父的吉祥卡的。正好呢，那段时间呢，我们禅堂有供养黄财神菩萨的这一个殊胜的机缘，我就赶紧告诉他，我说：“哎，同学，这样的，你呢就拿着师父的吉祥卡你真诚的祈求师父和诸佛菩萨，你来问一问，如果供养黄财神菩萨，是不是能够帮助你来解决这一笔工程欠款的事情？”那王先生在我的提示下呢，他就非常的真诚哈，闭上眼睛，双手捧着师父的吉祥卡，满怀希望的祈求祈请师父，也祈请黄财神菩萨的护佑，让这笔工程款尽快的收回来帮我度过这一次危机吧。然后呢，我在禅堂呢替他抽了一支签，是85首上签，签文写着努力不懈，所求如意。签文还解释道，这寓意着花开富贵，万象更新，只要继续努力并怀着真诚之心，你所祈求的愿望一定能够圆满实现。这段话让我们心中燃起了希望。那王先生听到这个签文立刻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一定要全力的听从佛菩萨的指点。于是呢，他就专程来到了嘉义菩提禅堂，满怀信心的供养了黄财神菩萨。同时呢，为了让整个事情更顺利，他特别为所有相关的人都点了灯他点了7盏灯。这些人包括他自己、他的冤亲债主，还有欠款方，还有欠款方的冤亲债主。他希望通过积累功德和福德，化解一切无形的障碍，迎来圆满的结果。没想到真正的奇迹发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隔天，就是第2天，我就接到了他的一通电话，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激动的几乎语无伦次。他说：“老同学呀，太神奇了！对方公司的主管竟然主动联系我，说他们已经决定启动还款流程了，还款的问题终于有眉目了。”他的语气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喜，仿佛多日积压在心头的巨石终于被搬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惊讶的都说不出话来呀。离我们刚刚完成供养和点灯的时间才过了1天，竟然出现这么戏剧性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王先生在电话里不停地道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太感谢你了，太感恩师父，太感恩佛菩萨了。他说，过去的1年，他几乎跑断了腿，耗尽了所有的办法，却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但是竟然因为一场真诚的供养和点灯，在短短的1天内就迎来了突破。更让人感到惊喜的是，2800万台币的工程款，最终在2024年12月30号全部如期收回。从点灯做功德到收回款项，只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更奇妙的是，随着这笔款项的到位，王先生的运势也开始步步高升。他合作的一家大上市的大厂，原本合同已经趋于稳定，竟在这个时候主动追加了2个大型的工程合同。这不仅让他的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动力和期待。还有让人惊喜的是，他公司门口种的那一棵原本都枯萎的玉兰花树，竟然开始开出了美丽洁白的花朵，真是枯木逢春啊，重生绽放啊！他深深的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也感恩菩提禅堂的师兄姐们为他念佛祈福。他说，2025年的元宵节一定要亲自到嘉义禅堂来还愿，感谢一切的吉祥护佑与加持。哎呦，这黄财神这神奇吧？对，他1年都跑断了腿，人力不可为，要不回来欠款，点灯供养、祈福、念佛啊，一天就开始了，45天全部收回。哇，这简直像神话。对，就我们听着都不可思议。对，但是我相信嘉义禅堂的师姐，这一定是真实的故事，因为类似的故事我们禅堂里太多了。我们所有的见证都是真实的，真的是真是不可思议，替他高兴啊！我觉得嘉义禅堂哈，他的这个财神哈，特别灵，特别灵验。哎呀，真是太灵了！这一嘉义禅堂哈，我们这群大菩萨们，对这个真心哈念佛修持哈，对护持，这个是绝对的关系。对呀，对，所以他那个地方效果那么好，对，真是所以在台湾求财有趣的地方了哈。去嘉义菩提禅堂，供奉黄财神菩萨，是啊，太棒了。就是大家说，你说不能完全去依靠钱哈，但是又不能没钱生活。对呀，所以为了这一点呢，我们很多禅堂哈，做这个黄财神加持法会呀，祈福法会呀。是的，你看温哥华禅堂，我记得是大年初五，2月2号星期天。他是黄财神吗？迎财神，各路财神5路财神一起加持，对。所以在温哥华以及周边的哈，我们的广大网友们啊，2月2号星期天上午10点钟来到温哥华禅堂，咱们一起迎财神，对，师父一起迎财神，对，希望大家大富大贵哈。那一天还有幸运大抽奖哦，很多精美。新年发大财哈！哎呀，收到！是当天就发财。对，哎呀，各种奖项等待大家。就是，师父，刚才这个见证中我有个小问题呀。这个师兄他的欠款收回来了，我们知道是供灯供佛做功德了哈，明白了。哎，怎么他这个好运气一来了之后，连他们公司门口那个树，要死的树都开花了呢？这个也跟这个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好怎么说，一个有福气的人哈，他住的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气就会旺盛，他就把那个地方的一切都带旺了，对，连树连什么连草都是旺盛的，他福气就来了。你看这位师兄的话，最近的话，他整个这个人的神采哈，一下就亮起来了，这就有福了。那我就知道了。我们以前也看过这样的见证的故事哈，禅堂里说的师姐就是在家里修炼呐、念佛呀什么的哈，非常的真诚发心。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就是芒果树，好多年都不结果了，结果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又是硕果累累，而且特别的甜，特别的香。确实是这样，真是。所以这个福气能量都带起来了。应该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贵人居福地哈。对，这个地气一般，你有福的话，这个地变成福地。就是这样。带旺了。对。哎呦，真棒，真好。
好的，那师傅我们也给这个嘉义禅堂的淑慧师姐也给一份精美礼物吧。还有他的朋友，对，这个王先生也要给。好，有礼物。好，给这个淑慧师姐哈，青金石的一个圆圆的哈，一个坠子，好蓝哦，这么好的成色哈，一个黑点都没有哈，好亮好纯呢。像西方人的珠宝界把它称为叫啥知道吗？叫皇家蓝。皇家蓝，中文就是皇家蓝哈。但是在我们这个菩提的这个世界里，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来自于东方琉璃世界的，对是一样的颜色，会获得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量，这应该说寿比南山了哈，收到，大富大贵，收到，感恩送给这个淑慧师姐哈，真好，这么好的见证，对，送给这个王先生的呢，你看，又是这个海蓝宝的手串，海蓝宝的手串，这个海蓝宝我拿到跟前特别漂亮，是，它有点那种，非常棒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天空蓝，雾蒙蒙的那种，很柔和的蓝色哈，很精美哈，还有呢。黄财神护佑哈，继续发财，需要财富哈，希望你财富满满哈，这个可以带在身边啊。对，还有啊，这个给谁呢？送给嘉义禅堂的师兄姐们哈，你们太棒了哈，你们的真诚哈，让黄财神让佛菩萨哈更加显灵护佑大众。感恩师父，太棒了，好的，那也跟网友们再说一下哈，就是今天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它的主题都是一个让我们就是在这个新年到来之际也是天神共庆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时候哈，天神的神佛都下凡来给大家加持的时候，我们多去做功德然后尤其是我们自己有犯太岁呀，有什么灾祸呀，有什么大事情难关呐，比如说考学呀、找工作呀等等，健康求子婚姻方方面面这个人生大事的时候哈，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一定要祈请佛菩萨加持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在菩提禅修学院网上上头香的这个项目，师父给我们亲自上头香，还有3天，抓紧这个时间对，刚刚香客也介绍了，还有各种的这个优惠的送礼等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要去点这个安太岁灯。刚才我们听到纽约的 Simon 师兄给自己点了安太岁灯，真的是救了一命，躲过一个车祸，对，那么的好哈。那从现在到菩提禅修学院网上去点这个安太岁灯呢，现在点，然后就大年初一就给你上现在点现在上哈，一直上到正月底，对。那么进了正月呢，还是可以继续点的然后给你点30天点满1个月这样子那这个安太岁灯就只有在正月开放最后一天就是正月的最后，就这个就到期限了，所以现在也是抓紧时间，赶紧去点安太岁灯。我们再说一下需要安太岁灯的4个属相属蛇的。属虎的、属猴的，还有属猪的，就是明年犯太岁的一些属相。对，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硅谷禅堂的丹药师姐，你看她多聪明，即使姐姐没有犯太岁，她也给姐姐点了灯，一起护佑，真的，结果就避了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场命案。我这里再说一下哈，在这个2025年犯太岁可能遇到的宏观的问题不一定发生。但是呢，在这个年景上，这几个属相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再说一下像属蛇的呢，首先交通事故、血光之灾、情感不顺。那属虎的呢，负能量较大还有可能有官司纠纷，还有小人是非。那属猴的呢，就是莫名的障碍还要远离有水的地方健康方面也是血光之灾，要小心的并且容易破财。那属猪的呢，
这个事业、感情、住所都不太平静。这一类的属这样的这个属相的朋友呢，你确实要小心一点哈。对，要流年的事情不得不信，这是大家都能去见证的事情。很多大事儿，不好的大事儿都可能发生在这个犯太岁的这个年代里头。就好在师父也有教我们化解的方法。真的就像刚刚哲仁老师介绍的，就是上头香和安太岁灯。那就是守护我们今年2025年犯太岁的这些朋友们的，也是非常推荐去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身。对，像刚才我们也是读了好多见证嘛，也是那个师兄也是他的太太非常的为难呢，在他的怀孕的8个月的时候出现了那个就是各项身体指标异常啊，还怀疑有癌症的这个情况。那他们也是虔诚供奉之后呢，供奉观世音菩萨之后呢，就化险为夷，结果后来生出来孩子母子都健康平安。对，所以在这种年景呢，我们是要特别的护佑，那就是也是要祈请佛菩萨的这个吉祥能量，还有大加持。那我们正好网友也有分享哈，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身得到的受益。幸福的鱼他说：师父好，去年我有一次做梦，梦见妈妈骑自行车突然摔倒在地上，是摔向右侧的。梦里边看到妈妈摔倒后，整个右侧就像中风了一样，无法动弹。这个梦太不吉祥了。于是第二天，我赶紧到禅堂为妈妈塑了观世音菩萨金身。结果去年到年底的时候呢，正在煮饭的高压锅不知道怎么突然从火上砰的一声跳到了地上，锅里面煮的粥全都从右边喷了出来。幸好妈妈当时是站在灶台的左边，否则结果真是不敢想象啊。我相信关键的时刻一定是观世音菩萨的护佑，感恩菩萨。这太惊险了，真的惊险都吓人了。高压锅自己蹦下来了，对，那个很危险的，然后炸开了，对，对，还好他还躲开了这个，都没有受伤啊，没有被烫伤。哎呀，真的是感恩菩萨的护佑。高压锅呀，高压锅，那个炸开不得了哎，就人真的受伤啊。对，那个是很厉害的问题哈。是，对。师父，我们还有一个网友叫 Kelly Ho， 然后也给我们分享说，2024年的时候啊，我先生属牛，是破太岁，在2024年上半年4月的时候，政府因为资金短缺，就把我先生的职位给撤掉了。先生没有获得续约，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家来说是晴天霹雳啊！因为家里还要还房贷，还要供我的女儿上学等等。先生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让我无比担心。先生找工作3个月，到了7月都没要到工作，连面试的机会也不多。然后我突然想起，师父在2024年头，提醒我们要供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于是我马上呢，就恭敬的真诚迎请了一尊菩萨回家，还提醒先生要在菩萨前许愿。先生也照做了。效果真的很快耶！他第2天就有了面试机会，同一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 offer， 就是工作机会。先生终于可以开心的上班了。直到现在，先生工作也很稳定，同事上司也对他非常的好，非常非常感恩师父。神奇吧？是，真是，咱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真的。我们这样读出来哈，就是。如果不信的人会觉得你们太会撒谎了，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真实的经历。对，凑在一起说的时候就觉得，简直是一个说谎的团伙哈。哎呀，但是这是真实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因为我们不敢相信，就是因为太神奇了。对。就是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可能觉得特别难的一个事情，在神佛那边，只要你真诚恭敬，神佛轻而易举，对，就给你解决了。对，真是开心的，开心，感恩师父。哎呀，真好，真好。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一些功德项目之外呢，我们护身的法物，在2025年是青蛇年，也是烽火年，对。
所以呢是非常适合蓝绿白这样的护身法宝哈。对。那么这最近的这几场直播中，师父送出去的都是这一类的吉祥卡，是因为就想护佑我们的网友一年平安的是。所以我们也可以到亚洲的慈悲音网站，到北美的菩提禅修学院网站来挑选你最喜欢、你最心仪的这样的法宝佩戴在身上。刚才我们也听到那个三本师兄也是因为迎请了这个东方蓝宝的手串，对，在身上也护佑平安。还有我们开车的网友车里边呢一定要有我们菩提禅修的车挂佛菩萨的车挂，还要有这个菩提法门经典少要放1本，如果可以的话4个车门后备箱都放上1本真是护佑平安的。对，还有随身携带师父的吉祥卡，或者我们佛菩萨像的吉祥卡，真的关键时刻呢就是有这个护佑还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网友也有问说，刚才看到金丝玉的这些法物真的好美啊！那师父这个金丝玉，他问是玉呀，还是玛瑙呀，还是什么呀？能请师父稍微做一点点介绍吗？这个介绍一下哈。好。我也不是那么懂哈，但是这个呢，现在所说的金丝玉，笼统上这个名字也来自于中国的新疆，在新疆呢，有很大的一个沙漠地区这个沙漠地区呢，包括内蒙古也有一个部分是有沙漠。那这个叫金丝玉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有过去我走过的地方呢，就是散散落落的，它就像一个风化的石头那样子。还有呢，各种颜色的，但是呢，多数呢还是比较呈现于红黄这个颜色的比较多多数是红黄色。那么从过去来说，很多人捡到的人呢就觉得好漂亮像一块玉，越摸呢越油润，越摸越喜欢。对，在那个时候打磨技术差呢，一般就用它呢就随形的来把玩。有的可能像个某个动物或像一个昆虫也有这样子的。但是呢，它经过这个地质化验它并不是那个法定意义上的玉石，它属于玛瑙石，就是在沙漠表面或者沙漠表层这个区域的这种风化的玛瑙石。对，所以它被风吹日晒所以有很多表面呢有一点像，就像拍照像宇宙那个某种星空上磕磕绊绊的那样的大石头的感觉。对，那现在我们戴的有一部分呢是自然随形的，就是这样，中间打个孔就穿起来了。但是呢，有很多的部分呢会选择好的那个材质的部分，把它做成个圆珠，穿起来之后大家当念珠实际上它属于玛瑙质。但是因为在沙漠表面上待的风化的久了它和其他玛瑙质几乎手感是不一样的，它的摸起来的感觉和玉的感觉是一样，就很像和田玉类的但是从矿石的化验呢，它算是玛瑙质的这样一种石头。真是又像玛瑙又像玉，颜色还那么的美，真好。对，感恩师父给我们介绍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呀，这些形象这些特别适合新春佳节去喜庆对自己佩戴，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特别喜庆。你像那个黄色对，像麦当劳用那个黄色，你看就是金丝玉的主色调。是这个在过去在中国说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颜色，所以有这黄色你也不敢捡，捡了也不敢吭声，也不敢贩卖所以这是帝王黄也叫金黄色对，那戴上它呢对什么有好处？对事业和家庭对事业家庭财富或者权力都有好处。所以呢它同时也能辟邪。就像描述《西游记》那个孙悟空一样，是天地日月制造的这个精华呀。这个在沙漠上不知多少亿年就这样受天地日月
什么春夏秋冬的这种侵蚀，或者是给它孕育它哈，形成这么美丽的颜色。所以这个颜色就是天造的，这不是人造的。所以我们呢有缘分把他请来来给大家结缘哈，真的挺好，又辟邪，又有利于事业呀、情感呐、家庭啊，而且呢还通经络，促进血液的流通。这正是中老年人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能量。你有点年龄之后哈，就是吃的肉食多、油水多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血液之中的什么多了呢？香可应该知道。血脂，脂肪是好多了好说。脂肪。怎么这会儿像我考你似的？你是半个医生，这会儿愣住了，叫我给吓住了。医生来告诉大家，他刚才脑筋就跑哪去了？这跑到沙漠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人的血液流动慢，是因为啥多呀？因为脂肪多。脂肪多呀。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能促进血液流动的，那可能会自动帮你排解了一些脂肪出来，就是这样的哈。太救命了。是。对呀，这个是真的很好哈。预防心血管疾病。对对对。而且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是因为烽火年要来了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来向师父求助的好多人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大量的。对。最严重的呢就是面临生死攸关的问题。对，这个病者一暴露哈，最轻的是手脚哈，也提醒一下哈，发麻，手脚、四肢有的是定时麻。比如今天一位师姐呢，对，她是每天早晨起床都是麻1个小时，是，她那有一只手臂哈，对，她的左手臂麻整1个多小时。那么也有人是不知道，偶尔麻一下，或者是手麻一下，或者脚麻一下，这都是就是1个礼拜可能麻几下，这些都是要小心了，都可能你的大脑血管硬化了，是这样子，它是与油脂有关系，对，就咱们说的三高嘛，哈，是的，对，但是呢，它不太发病的时候，有时候它就不严重，不影响吃喝睡觉，但是一旦真发病，就咣当一下就倒下去，不省人事，这才真可怕呢，非常恐怖啊！对，就是连银行密码和遗嘱都没弄下来，没来得及，不知道谁倒下去。所以我现在正在帮忙的，就是一个有法国的，有美国的好几个，中国的更多，香港的、新加坡都有，对，都是这一类疾病的，贼多呀。对，特别可怕。对，所以在这个金丝玉的呢，对这个是有好处的。几乎所有的玛瑙制的这个珠宝都是对这个有好处，通经活络。对，为了让你能量更强的那种哈，更通畅的那种，极需要通畅的，就是这一类的。觉真看这是啥？红宝石。红宝石。晕了吧？红宝石。红宝石。对，它需要极阳的能量，带上它。第一个超级辟邪，那么第二个呢，让你这个大脑和心脏超级通畅。对，有这个好处。对，它这个红色尤其是利血液。对，还有呢，得好运。还有补血液能量。对，补血液能量，心脏的能量。希望你还能鸿运当头。这些价钱是大红宝石真正到了市场上的那个零头的价钱。对，就是这样。对，红宝石在这个国际的这种珠宝界里边是非常高贵的一种宝石，最高贵的宝石。对，那这个石头呢，其实还为可能有血光之灾的朋友能够化解掉血光之灾。这是我所理解的哈。太棒了。没什么学术性的对比。对，感恩师父太好了。所以像这个，你看这个金丝玉这个小东西哈，它是叫做物美价廉，作用大。是。像红宝石，它确实物有所值，还贵一些哈。这些真是个价钱哈。我们在前头定价的时候说，我已经把原计划性定价直接去掉了1/3，就是为了优惠就是为了给我们面对蛇年的哈，要希望能够化解灾难的朋友，得到那吉祥保佑的，能够花小钱办大事。真好。直接把价钱砍掉1/3。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啊，好，那我们网友们都先到先得哈，是对，赶紧的到这个慈悲音和学院网上来迎请。这个这个今天刚上架。对呀，所以赶紧的。对对对，数量有限，对，先到先得。对对，好，然后师父啊，还有一个祈请，就是我们很多网友们啊，在新年他们都有一些大愿望啊，或者家里有一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然后特别想祈请师父在新年期间呢，我们一起就是念佛，来为这些网友们一起念佛，然后祈请佛菩萨加持，来达成心愿，然后或者这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护佑。不用提醒，我早就有计划。哇！这个新年哈，咱们选个时间，我是觉得从初四吧哈。好啊。从正面的初四哈。好。来开始念佛。好的。看看你们俩看这个日子怎么样？对，刚好就是下周6了，就北美时间2月的1号没？周6可以呀。可以哈。初1、初2、初3走亲戚串门呐，基本上安定下来了。我们跟师父念佛，好，太开心了。念佛，好，为新年祈福。好，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年前哈2个为朋友们开的这个念佛班哈，为新年祈福那样子，大家美好的愿望，希望实现的愿望，希望保佑的事情哈，都可以往上贴。你只要写出来，我们就让我们工作人员尽量往上贴哈。好的。来让万众一心哈，念佛号，让佛光加持护佑大家哈，得到自己美好的愿望。太棒了，师父。对。好的，那给网友们说一下这个我们新春念佛的这个时间。在北美温哥华呢，就是大年初4开始，2025年2月1号到7号，晚上6点到8点。这个图卡有点错哈，6点到8点。然后就是亚洲台北的话，就是大年初5早上开始，就是2月2号到2月8号，早上10点开始，10点到12点，我们每天2个小时，对，上来直播跟师父念佛。对，这个时间很好哎，对，师父。那这个时间哈，咱们定下来之后呢，那明天最晚明天的时候啊，变成一个课程通知的表贴上去。好的，师父。这样我希望把那个时间更确认一下。好的，好的，让大家不会错过。也希望今天听到直播的网友们去广而告之，带着我们的亲人朋友哈，同事哈，一起来念佛。最起码是为自己祈福啊，对，还为天下太平祈福啊。对，你看现在。刚到这一年，这个灾难多少啊！灾难连连。你看，美国加州大火到现在还在烧，还有呢，台湾和日本地区哈，那块地震，还有中国西藏地区地震哈，这些也为他们这个可能遇到的这个地震和天灾哈来念佛祈福啊。好的。为美国加州这个火灾祈福，让它这赶快尽快的灭掉，下场大雨哈，把它浇灭了哈。对，因为再到新的一年，可能还有一些新问题，是吧？我们面对这个天灾哈，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天下稳定啊。好，感恩师父。那师父在我们这个年底的时候哈，在这一年即将要过去的时候，也请师父加持所有支持我们的菩提事业网络弘法的这些赞助者们，也请师父加持他们来年都能够获得平安快乐。那一定哈，为所有的来支持我和我们的团队哈，能全球弘法，利益众生啊，来支持我们做这件慈善事业的所有发心赞助的朋友哈，祝愿你们在2025年所愿皆得，健康长寿，收到；幸福快乐，收到；家庭圆满，收到；大富大贵，收到；长命百岁百岁千千岁，收到。好，感恩哈，感恩师父。好的，那师父，那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可能就是在这个念佛，跟师父一起念佛喽。对，好的，好，感恩师父。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念佛哈，带上亲朋好友哈，对，最少是为自己，其次为家人哈，对，为朋友们，乃至为全世界啊，大家都能够幸福顺利
啊，平安的度过2025年来念佛哈。好，欢迎大家哈。嗯，好，那我们在就是那个日期来说，就是2025年的2月1，是北美温哥华时间呢，北美温哥华的对大年初四，对，2025年2月1号到7号，对，那台湾时间呢是大年初五，2月2号对到2月8号，对，那个具体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这个是亚洲。北美的话，温哥华西岸时间是晚上的6点到8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直播时间，我们连续7天跟师父一起新春念佛祈福。是，感恩师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收到，事事如意，收到。咱们念佛的时候一起见，感恩师父。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